2024年初，台湾宣布将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，以替换现役的经国号战机，并计划在2028年首飞，2031年开始量产服役。汉翔航空还通过图表展示了台湾各型机的自研发率。IDF 经国战机时期的自研率约为48%，用鹰高教机达到了55%，新式初级教练机预计能达到75%，而下一代战机则有望实现95%的自制率。台湾现役战机包括140架 F-16B50、4架幻影2000和129架经国号，这些机型共同构成了台湾的空防体系。经国号已经服役超过30年。要理解台湾的自主战机发展历程，经国号的研制背景是关键一环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台湾空军启动了 XF-6自研战斗机项目，后改成鹰扬项目，计划用以替换 F-5和 F-104战机。然而，由于美国暂停对台军售，台湾无法获取所需设备，项目进展受阻。在多次碰壁、尝到技术受制于人的苦果后，台湾决定加强本土工业能力，着手自主研制战机。1980年8月，汉翔航空接到任务，设计一款完全由台湾研发和制造的战斗机。1983年，战机研制被划分为4大项目。鹰扬计划负责机身设计，与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合作，汲取其先进经验；鱼汉计划负责发动机研发，与盖瑞特公司合作，成立了国际涡轮引擎公司；天雷计划开发航电系统，合作方为西屋电子。天剑计划则负责空导弹的研发，涵盖短程和中程导弹。当时的目标是让新战机的性能接近法国的幻影2000。台湾随后也从法国采购了一批幻影2000，与经国号形成互补。在研制过程中，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获得理想的发动机。战机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引擎的性能，如果能获得大推力的军用引擎，战机设计将轻松许多。然而，由于台湾缺乏相关经验，需要依赖美国的技术支持，而美国对关键技术的支持力度成为决定经国号性能的主要因素。最终，盖瑞特公司提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 F-124发动机，并对其性能进行了大幅升级。这一改进幅度之大，几乎使其成为一款全新引擎，为经国号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。经国号战机的最大载弹量为4吨，拥有9个挂载点。主要配备武器包括 AIM-9响尾蛇空导弹、天剑1型和天剑2型空导弹、82克瓦察炸弹、GBU-20系列炸弹、AGM-65小牛空地导弹，同时还可挂载1040升的副油箱。除了这些传统武器，升级后的经国号还能够搭载万箭弹，即台湾军方开发的多弹头武器系统，又称万箭遥攻，专门用于机场压制。此外，台湾还研制了基于天剑2型的天剑2A 型反辐射导弹，采用复合制导头，融合了主动雷达与红外导引技术。经国号装备的是 GD53脉冲多普勒雷达，参考了美国 APG-67 雷达设计，性能介于 APG-66 与 APG-67 之间，其上视探测距离达150公里，下视80公里，能够满足中程空导弹的超视距作战需求。经国号在当年性能领先同级4代战机，但随着各国不断升级战机，其原有的优势逐渐消失。如果未来幻影2000与经国号因性能过时而退役，台湾将面临战机数量的显著缺口。对此，台湾空军已有所准备，宣布将研制下一代战机，以取代经国号和幻影2000的位置。不过，英国航空周刊则认为，台湾此举或许是为了促使美国出售 F-35隐形战机给台湾。从历史来看，台湾在采购 F-16时也经历了波折，当时美国曾多次拒绝台湾的购买请求，直至台湾成功研发并量产 IDF 经国号，美国才同意向台湾出售 F-16。鉴于这一背景，英国航空周刊认为，台湾此次宣布研制新一代战机，很可能也是为了推动美国出售 F-35给台湾。这让人不禁猜想，台湾自主研制战机的背后，或许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。让我们来看看台湾下一代战机 ADF 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和特点。由于经国号所配 F-124发动机推力已达到极限，台湾决定研发新战机。而对于4代机的需求已有 F-16满足，因此新战机定位为5代机。作为5代机，其性能需达到几个核心标准。
首先，五代机需配备内置弹舱和隐身涂层，减少雷达反射截面，以实现隐身能力。其次，需要一款推力足够强大的发动机。如果美国能提供技术支持，达到这一点并不难。毕竟美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非常成熟。此外，还需装备一款更先进的 AESA 相控阵雷达或类似性能强大的系统，优于传统机械雷达，增加探测距离与精准度。空战以多为超视距作战，雷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最后是大家关注的外观设计问题，不少人关心 ADF 是否会有 F-35或 F-22的外观特征。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，ADF 的外形与韩国研发的 KF-21有些相似，同时还融入了一些 F-35的设计元素。汉翔航空经理马万军透露 ，ADF 的外形设计其实早已完成，考虑到现代五代机为提升隐身性能，在设计上趋于一致。ADF 的外观不会做过多特别化处理。个人认为，外观并非关键，战机的总体性能才是核心。据悉 ，ADF 的设计制造进展顺利，已通过风洞测试，进入发动机配置与调教阶段。因此，目前外界对一些细节仍多处于推测状态。发动机作为战机的心脏，决定其性能的关键。按照计划 ，ADF 的发动机研发预计在今年底完成。韩国的 KF-21战机在五代机上先行一步，采用美国通用电气生产的 F-414发动机，台湾可能也将其作为首选。不过，能否取得该发动机，还要看美方的态度。台湾另一个备选方案是织女星计划，基于现有 F-124发动机，自主研发适用于中大型战机的发动机。该计划自2017年启动，目标是研发推力达2万磅的发动机，满足未来战机需求。目前，研发已进入第2阶段，突破了包括热锻技术在内的12项关键技术，这标志着台湾工业的一次重大进展。现阶段，发动机的推力直接关系到战机的机动性能。前一代的 IDF 金国号及后来的永鹰高教机使用的是 TFE104270引擎，这是与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合作开发的，称为 F-125发动机。F-125是 F-124的后燃型，由台湾和美国共同研发。台湾负责冷锻造部件，而发动机核心压缩段的部件则必须承受高温、高压和高超离心力的作用。然而，台湾在热锻技术上面临挑战，美方的热锻件使用寿命为4500小时，而台湾的只有3000小时，且成本更高，这影响了战机的使用寿命。因此，这一部分的研发工作完全由美方负责。最近，台湾宣布已成功突破这一技术难题，标志着其工业的重大进步。除了发动机性能外，另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是否具备短距起降或垂直起降的能力。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 IDF 似乎并不具备垂直起降或短距起降的能力，因为垂直起降会严重影响最大起飞重量，从而降低载弹量和油量。虽然发展向量喷嘴发动机能大幅减少起降距离，但目前技术尚不成熟。如果能够获得美国的 F-414发动机，这一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。IDF 的电子系统预计将配备新型 AESA 雷达以及即时资料链、新一代飞控电脑、红外追踪瞄准器、联合头盔瞄准系统和航电核心处理系统等。这些领域属于台湾的强项，研发进展预计不会遇到重大问题，预计会是最快完成的项目。在武器配置方面，首先应当配备内置弹舱，不过这也是一项技术难题。韩国的 KF-21之所以不能完全被称为五代机，部分原因在于内置弹舱问题。2022年试飞的 KF-21原型机未能搭载内部弹舱武器，只能选择采用半埋入式设计，即在机身上开凹槽。尽管可以将挂载的导弹半埋入机体，但仍会损害整体的隐身效果。然而，从 ADF 的规划目标来看，新一代战机将以内置弹舱为目标，计划配置增程型天剑2型导弹、改良型天剑100导弹，并根据任务需求配置空射型熊2反舰导弹或增程型万箭弹。此外，军方高层透露，台湾正基于天剑2型进行升级，研发全新的天剑5型中程空导弹，计划将射程扩大到160公里，并配备联合头盔瞄准系统，以提高飞行员的目标锁定速度，增强视距外作战能力。此外，汉翔航空还表示 ，ADF 的自制率预计将达到95%。相比之下 ，IDF 金国战机的自制率为48%，
用鹰高焦机为55%，而新式初级教练机则有望达到75%。台湾一直在不断尝试自主研制新战机的方向，提升战机系统组件的制造能力是迈向下一代战机的关键一步。这意味着台湾工业的制造能力从以前的结构件制造与代工，逐步向国际航空供应链体系靠拢。一旦系统组件的制造和供应链体系更加成熟，台湾便具备了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能力。相反，如果继续依赖外购和租赁，将可能将宝贵的系统全拱手相让，维修和升级也将受到制约。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提升，但这并非长久之计。一旦航空工业的能力中断，重新建立联系将极为困难。不过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台湾的5代机计划实际上只是一个引子。台湾的防务预算将在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6068亿新台币，约合18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%。台湾空军前司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美国曾一度拒绝台湾购买 F-16A 战机的请求，直到台湾成功研发了 IDF 战机后，才同意出售 F-16A。他认为，研发先进防御战机的目的在于推动美国向台湾出售 F-35，因此 ADF 战机最终将成为经国号的继任者，还是成为采购美国 F-35的跳板，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环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